才刚刚接棒378天，宗馥莉就把娃哈哈董事长的硬洗一摔。9月12号裸辞所有职务，转身就官宣新品牌娃小宗。结果亲叔叔宗泽后带着娃小智杀出来，招商会上直接放话，配方一样价更低，专抢侄女饭碗。这波操作看得全网蒙圈，是大小姐赌气离家出走，还是早有预谋的另立中央？咱们先搞懂基本盘。很多人以为娃哈哈是宗家的私人财产。其实翻开股权本一看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杭州市上城区文商旅集团是绝对的第一大股东，宗馥莉继承了父亲的股份，排第二，剩下24.6%归职工持股会排第三。这就意味着任何大事都得三方点头，尤其是娃哈哈这个金字商标，可不是宗馥莉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。去年他偷偷想把387件商标转到自己控股的公司。刚提交申请就被国资方紧急叫停，差点闹出大麻烦。这事儿埋下了第一个雷，他和国资的矛盾本质是控制权之争。再看家族这边，简直是年度狗血剧。宗庆后去世才半年，他的3个非婚生子女就跑到香港法院起诉说，宗馥莉偷偷转移家族信托里的18亿美元，要求冻结资产。说白了，这波人想要的是真金白银的信托资金，对娃哈哈的股份其实兴趣不大，毕竟股份背后是国资。职工股一堆麻烦，哪有现金来的实在？最关键的其次是宗馥莉手里的宏盛系，这可不是个小公司。全国19个生产基地，48家子公司，还掌控着娃哈哈1/3的产能。更妙的是，娃哈哈的销售渠道早就被宏盛系的体外公司接管了，相当于宗馥莉虽然只持股29.4%，但实际攥着生产和渠道2大命脉，这就是他敢辞职另起炉灶的底气。说到这儿，得插一句，有没有老粉记得当年的健力宝？1990年代火到奥运会指定饮料，就因为当地国资硬把创始人李经纬踢出局，结果好好的民族品牌直接垮掉，30多年都没缓过来。现在杭州国资面对娃哈哈，能不犯嘀咕吗？这可是活生生的前车之鉴，先泼盆冷水。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情况，娃哈哈女掌门很有可能黯然离场，这就是最现实的结局。很多人觉得宗馥莉有宏盛系兜底，娃小宗肯定能成。但消费品行业的逻辑从来不是有产能就有一切。咱们先看娃小宗的开局有多拉胯。2025年2月注册商标，9月宣布上线，可到10月份铺货率才8%，旺季销量连预期的20%都没到。对比一下当年元气森林刚出道3个月，铺货率就干到30%，抖音旗舰店日均销售额轻松破10万。再看娃小宗的抖音店，刚开的时候还能卖5至7.5万，没过几天就跌到1至2.5万。评论区全是山寨感、没新意的吐槽。问题到底出在哪？首先是品牌定位犯了低级错误，首款产品选了宁香乌龙，想避开东方树叶的强势品类，结果定价4块钱，比东方树叶便宜1块钱，反而落得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的尴尬境地。消费者要么选5块钱的东方树叶图个放心，要么选3块钱的康师傅图个便宜，只会为这只不上不下的差价买单。更要命的是渠道崩了。去年9月，宗馥莉搞渠道大清洗，以年销300万为门槛，裁掉4000家经销商。现在想推娃小宗了，这些被伤透心的经销商压根不买账。便利店货架上，娃哈哈经典产品还占着 C 位。娃小宗直接被挤到角落，有的老板甚至说根本卖不动，不如摆瓶农夫山泉稳当。品控问题更是雪上加霜。今年3月，宏盛代工的乳酸菌饮料查出沉淀物，还导致儿童不适。虽然紧急召回了，但富二代玩票的帽子算是摘不掉了。要知道娃哈哈能火30年，靠的就是小时候喝着放心的口碑。现在娃小宗连这点基本盘都守不住，怎么跟老东家抢市场？有人说宗馥莉有钱烧，可烧钱也得看地方。8月底他刚砸1000万给娃哈哈赞助湖南卫视广告，9月就辞职推新品牌，这种操作连千亿企业老总的决策逻辑都说不通。更关键的是，宏盛系的利润本来就靠给娃哈哈代工。2022年整个娃哈哈系净利润47.67亿，宏盛占了一大半。现在跟娃哈哈抢饭吃，等于断了自己的财路。要是娃小宗一直打不开市场，宗馥莉手里的牌只会越来越少，宏盛的产能闲置了怎么办？渠道商彻底倒向娃哈哈怎么办？到时候别说跟国资谈条件，能不能保住自己那29.4%的股份都不好说。毕竟那3个非婚生子女还在盯着呢，
一旦他资金链紧张，说不定就会趁机起诉分割股份。咱再来说说另一种走向，那就是大小姐带着资源回家，这是最符合商业逻辑的结局。毕竟利益面前没有永远的敌人。现在三方其实都卡在死胡同里，宗馥莉没品牌玩不转，国资没产能渠道稳不住，家族那边拿不到信托资金不撒手。先看国资的态度，人家早就不是隐身大股东了。今年7月，上城区财政局直接成立专班介入。因为娃哈哈2024年营收700亿贡献的税收是地方财政的重头戏，要是真闹崩了，就业和税收都得受影响。而且国资手里虽然有46%的股份，但生产靠宏盛，渠道靠宗馥莉掌控的联销体，真把他逼急了，等于把娃哈哈变成个空壳子。2022年数据显示，国资持股的娃哈哈集团净利润才1871万，而体外的娃哈哈系净利润是47.67亿。差了254倍。再看宗馥莉这边，表面上辞职摆姿态，实则根本没放权。9月12号辞职，可娃哈哈官号直到现在还在转载宏盛的文章。要是真被夺权了，能让竞争对手的内容占着自己的官方平台，这明摆着是我的人还在，我的资源还在，而且他手里还攥着王牌。宏盛是娃哈哈最大的代工厂，104条生产线，掌控着1/3的产能，没有他点头，娃哈哈想扩产都难。家族纠纷其实也有和解的可能。那3个非婚生子女要的是香港信托里的18亿美元，不是娃哈哈的股份。毕竟股份背后有国资和职工股盯着，拿到手也不好变现。宗馥莉要是松口，从信托里拿出一部分钱和解，就能甩掉这个包袱，专心跟国资谈条件。最有可能的剧本是这样：国资牵头做中间人，宗馥莉把信托资金分给家族成员，换取他们放弃股权诉求作为回报。国资同意宗馥莉回归管理层，甚至可能把部分职工股转给他，让他持股比例超过30%。条件是宗馥莉必须停止娃小宗，把宏盛的产能和渠道重新整合回娃哈哈体系，并且承诺不再转移商标和利润。这种结局对所有人都有利。国资保住了税收和就业，宗馥莉拿回了控制权，家族成员拿到了现金，经销商也不用在2个品牌之间选边站。毕竟健力宝的教训就在眼前，杭州国资可不想背上搞垮民族品牌的骂名。宗馥莉也清楚，没有娃哈哈的牌子，自己再牛也玩不转饮料江湖。不了最好的，我们来说说最坏的结果，相当于我得不到，谁也别想要。但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低，因为3方都耗不起。先看宗馥莉能不能耗。她虽然是中国女首富，身价1250亿，但大部分资产绑在宏盛系和娃哈哈股份里，现金流没那么充裕。娃小宗每个月都在烧钱，宏盛的代工订单因为跟娃哈哈闹僵在减少，要是持续半年，他就得面临资金压力，而且信托资产被冻结了18亿，想变现都难。真耗下去，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其他投资。再看国资的耐心，杭州现在正搞全球第2大 AI 创新中心。阿里智普这些巨头都在加码，确实没时间天天盯着饮料厂的鸡毛蒜皮，但娃哈哈关系到上万人的就业，要是真出问题，地方政府没法交代，所以国资最多耗到明年1季度，要是还没解决，方案肯定会主动出手，比如推动股权拍卖，家族那边更耗不起，信托诉讼已经拖了大半年，要是宗馥莉真破罐子破摔，宣布放弃信托资产，他们连1分钱都拿不到。而且私生子争产本来就敏感，闹得越久越被动，舆论压力也越大，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尽快和解，拿钱走人。万一真耗到鱼死网破，最有可能的接盘方是私募资本。娃哈哈再怎么闹，品牌价值还在。2024年还有700亿营收，要是打对折，估值也有2000亿，比很多新消费品牌值钱多了。但资本接盘后肯定会大清洗。换掉管理层，整合宏盛系产能，砍掉没用的产品线，到时候宗馥莉和家族成员都得出局，国资可能保留部分股份，但不插手经营。但这种结局对谁都没好处，资本追求短期利润，可能会牺牲娃哈哈的长期发展，比如减少研发投入，靠卖情怀收割一波就走，最后受伤的还是消费者和员工。所以不到万不得已，3方都不会选这条路。聊了这么多，其实结局早就写在了商业逻辑里。宗馥莉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产能和渠道当成了王牌，却忘了消费品行业的本质是品牌。
娃哈哈为什么能火30年？不是因为生产线多牛，也不是因为经销商多听话，而是因为它刻在了中国人的记忆里。小时候的 AD 钙奶，上学时的营养快线，加班时的八宝粥，这些情感连接才是最值钱的资产。宗庆后早就看透了这一点，所以花几十年砸钱做品牌，而宗馥莉却想靠瓦小宗复制这个奇迹，简直是本末倒置。再看农夫山泉，钟晨山为什么能成首富？不是因为水厂多，而是因为大自然的搬运工。这个品牌概念深入人心。东方树叶能占70%的无糖茶市场，也不是靠代工，而是靠长期的品牌培育。消费品行业从来没有换个名字就能成功的神话。宗馥莉要是想不明白这一点，不管是做娃小宗还是别的品牌，都很难成功。你觉得宗馥莉最终会选哪条路？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，点赞过万，咱们再扒一扒洪胜熙的利润转移套路。看看宗庆后当年到底给女儿留了多少隐形资产。